好，来看看今天色狼是给大家伙来一个，上来就把妹子抢走了啊！我们上来选一手白人啊，这个白人呢，还有咱们的红人，还有咱们的市长啊，就是整个这个游戏的3个角色啊。这个游戏呢，就是传说中的快打旋风，也是整个动作游戏史上的一个这个开山之作啊。当然，虽然说有很多动作游戏比它还要早，但是在街机方面上啊，包括咱们这个 FC 上也有快打旋风。咱们这个快打旋风，在街机版本上啊，应该说是游戏厅最先引进的版本，甚至在某些意义上啊，这个跟恐龙的地位都差不多。但是由于还是没有恐龙的机制啊强啊，所以说呢，这个玩的人吧还是少，基本上都是80的头玩这个游戏啊。所以说，咱们的 PC 端上有一个民间自制的游戏，叫 LNS 3.0， 现在也是 LNS 2020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快打旋风的魔改版，里面呢囊括了所有的格斗动作闯关游戏。什么动作闯关游戏呢？比如说什么恐龙快打呀，比如说什么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啊，什么战斗回路啊，这些都有啊。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什么街霸里的角色啊等等的啊。这个大家伙都了解。那我也是玩过一阵啊，给我虐的够呛啊，这次呢给大家伙玩什么呢？是一个速通。这个速通的话呢，都是用白人速通的。很多人说小狼不对呀，我看以前速通人家打得快厉害都是用市长，因为是力量型英雄。不得不承认，力量型英雄呢，在某些情况下是很有优势的。不过咱们这个百拳啊，是所有格斗游戏当中谁也理解不了的这个玩法，对吧？所以说你主要是正常的输出啊，这正常的输出是非常狠的啊，所以说就会非常的厉害。你看就这个百拳，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应该叫雨果啊。大家伙知道雨果是什么吧？雨果就是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卡普空格斗游戏里面，甚至还有出场啊。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叫街霸里面吧啊，也有雨果出场。哎呀，老飞，我操，老飞都送飞机了，我这多多少少有点蒙圈了。老飞送飞机了。老飞应该是整个拳皇97啊，整个这个斗鱼97号直播间里面第一批房管，甚至有可能是第一个房管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过地图了啊，过地图之后地铁会停。这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啊，由于呢咱们的这个白人呢，其实他的拳速比较快，人脑的话白人速通是最好的。那如果是 TAS 的话呢，还得是用市长。如果说你们看过 TAS 速通用市长呢，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可能有点变态啊，就不多说了啊。人脑的话呢，咱们是不到20分钟就能通关啊，这也是非常非常赖的一个地方啊。好呀，直接一脚踢回去。好，这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OSS 也是正常的第2关 BOSS。我们玩那个 LNS 3.0 啊，确实有这个设定啊。单挑 BOSS 永远都是这个游戏，永远都是格斗游戏当中最简单的一个设定。只要是单挑 BOSS 啊，没有小兵来帮助的 BOSS 就是锤子，知道吗？啊，好，直接 A 掉。这个游戏这个动作游戏在整个街机动作游戏史上应该属于殿堂级别的啊。你看，甚至还保留了这个卡普空的这个打车的这个环节啊，这个正常还是要跳到那边去打，是不是？有点像这个街霸啊，是吧？但是街霸打的那应该是凌志，是吧？啊，就是那个雷克萨斯之前不叫凌志嘛啊。现在这里面呢就没有什么广告了，它就没有广告了，就叫 Japan。然后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还是丰田啊，看起来还是丰田。你看啊，我就是肯定不是，但是像。Oh my god！ 这个小兵的车被砸了，气逼了啊！确实是气逼了啊！哎呀，一出场就急眼了，我的爱车被你打碎了啊！确实是很难受啊！老飞居然能接过，老飞发财了，老飞，我不是这句话说的吧，多多少少有点伤人了，因为老飞之前这个一直作为房管啊，兢兢业业的，尽管就是在格斗区里面，就是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房间他都是房管啊，在我狼这儿呢应该是第一个，但是问题在于老飞送飞机好像是第2回啊，这么多年了啊，抠搜的啊，开玩笑啊，好，一顿突突，
这个音乐还是非常，就这是哎，你没看吗？这个非常淳朴啊，感觉有点像这个战斗民族一样啊。这正搁这打架呢，那帮人搁那喝酒，哎，给那酒吧根本就不看这边，我们这打的热火朝天，又开始扔酒瓶子收，对吧？放火烧山，牢底坐穿的。然后你这就不看啊，就搁那，还有吐的，你还有趴那吐的啊，来的啊。老板，哎，好的，雨果，看一下，直接把咱抓走了，咱也不知道怎么抓走的，有本事单挑啊，对吧？你把我抓走，好像我怕你一样，对不对？啥也不是啊。这个游戏还有摊分啊，以后我可以给大伙做这个游戏的摊分啊。这个游戏的摊分相当的逗。好，一把小刀闯天下啊，直接把两个就干掉了啊！这两个啥也不是，就把咱抓走了，然后目的是被揍一顿是吗？那你当时揍他不就完事了吗？精神病啊！好，这哥们的血量还是蛮多的。咱们的速通方式呢是先走到地图的尽头，然后把所有的怪啊全打一次，那全都聚到一起再打。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关的这个，我们管这个叫船长，一顿摆拳啊。这个这么说吧，这个 BOSS 只要是这么打，对吧？他都无法反制。所以说以后呢，有很多这样的游戏啊，虽然说当时都没有人发掘这个玩法，但后期呢有人知道了啊，这个游戏厂商知道，哎，这么打可以有 bug， 相当于 bug 一样。所以说呢，这么个玩法之后呢，很多游戏就把这个东西给封掉了。但是呢，尽管它封了一定的这个摆拳玩法，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比如说这个恐龙快打呢，它这个摆拳还是没有取消掉，但是呢，并不是那么变态。你像名将就不用说了啊，名将大家伙都了解啊。神船长明明是警察，我都不管他叫船长。小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个这个海军啊，以为他是一个海军。然后美国的警察，我一直认为美国的警察啊。如果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剧情的话，啊，他的警察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戴那个大边檐帽那种啊，那种牛仔边檐帽那种感觉啊。但是呢，现在呢是这样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啊。好，这个是一滴血的放火烧山啊，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哎。好，可以看到，又是美女。这个女的叫毒药啊。这里面呢，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说小狼，这里面这么多经典人物啊，这个为什么说那什么呢啊？这个毒药啊，可是非常经典了。当时这个游戏呢，应该说是横空出世。这里面就有这个美女，这个女的，你看这个身材，我一直都在想啊，什么样的女人啊，就是说你长得点什么样，你才能上一线，然后去跟人打。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别人的什么姘头啊、情妇啊、小三儿啊、二奶呀，或者说是那个啊什么姐妹花之类的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这关的 BOSS 啊，这关的 BOSS 啊，也是一顿摆拳，啥也不是啊，一个雷直接把自己炸死啊！这个人很屌啊！扔雷要把自己炸死啊，非常的舍身成仁，你有点东西。好的，又是奖励关啊，直接推。这不是人妖吗？啊，你们知道是人妖啊？啊，我寻思你们不知道的啊，我寻思只有我们不知道的啊。没有啊，这个毒药确实是人妖，但是这个毒药啊，开创了一个先河。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人妖，兄弟们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很多人不知道是人妖，乃至于很多游戏做女性角色都挺像这个毒药的啊，但是那里面可都是女的啊，那可不是男的，那都是女的啊。我玩那个 LNS 3.0 的时候啊，我就是看那个通关之后，呢，就全世界各地的人模仿那个毒药，然后照的那个照片。就是你只要玩完那个 LNS 通关之后啊，好像是一命通关还是一币通关啊？只要是达成这个条件，好像是就可以这个有这个照片，有这个特殊的剧情啊，非常的赖的啊。
官方说毒药喜欢咱们的男主是吗？好像确实是啊，确实是人妖啊。这个说是女的，我记得是人妖啊，90%吧，基本上啊。这个游戏有摊分的玩法，但这个毒药有点多呀。你看这个毒药啊，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啊？现在那个 LNS 是吧？有时间去下载一下 LNS 那个2020，然后不仅加入了这个拳皇的角色啊，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包括那个圆桌骑士都有。我操，这个是真的。好，你可以看这个厕所，这是厕所啊，洗手间，sexy 啊，什么，这还有涂鸦啊，这涂鸦是真的是有点东西的啊。橙发的是真妹子，红发的是毒药是吗？啊？为啥要叫毒药呢？啊，我记得最开始有那种非主流杀马特的时候，就是非常兴这种时代的时候呢，然后有很多的 QQ 名，很多人的 QQ 名就叫毒药啊，尤其是女的啊。好的，我可以看到这个人好像跟跑酷似的啊，这个人跟跑酷一样似的，我操，一顿跳啊！啊，这个人叫勾，哎呦我这感觉好像跟开了连发一样，这个手速非常的快啊！啊，感觉那个小白狗非常可爱。这个白色这狗，你们不觉得很可爱吗？啊，好，这个小兵长得非常憨厚啊。好，看看大鸡腿啊，大鸡腿，直接摔，再来。这黑人肌肉男啊，确实帅啊！就你卡的吗？应该不会吧？啊，有人卡吗？应该不会卡吧？啊！好，可以看到这个 boss 啊，每一关的 boss 都非常能理解啊，都是非常眼熟，对吧？很眼熟。一顿摆拳，好。哎呀我这个 boss 血是真厚，但是啥也不是，就是一顿白死啊！大家伙也可以学学这个套路，这套路应该是没有什么毛病。我们看看，接下来啊，看看最后一个地图啊，这大城市啊，你看，其实这个游戏的建模还是比较好的，真的，你看多好啊！它游戏的功能很少，这是它吃就吃在这个亏上了。如果说官方再出快打旋风什么快打旋风4，对吧？啥的就好了啊。很多人管那个惩罚者叫快打4，对不对啊？快打3，快打4，都是街霸里的卡普空的游戏嘛啊。其实日本的公司也有很多梦幻联动的，很多人说卡普空和 SNK 他俩不是一个公司啊，但是呢，曾经他俩是一个母公司的，明白什么意思吧？只不过分开了啊。这个也有互动，比如说你像这个 SNK 瓦斯的卡普空，也就是俗称拳皇对街霸，但是里面又有很多的人物啊，什么噬魂呐，洛克人都有啊，就什么人物都有。你看那里面，什么还有那个外星章鱼啊，就那个火星人啊，这都有啊，甚至还有什么恶魔雅典娜还是天使形态的啊，还有什么比较经典的这种角色啊，比如像什么这个什么来着？好鬼呀，什么天狗的本质柔魔呀之类的啊，反正就是梦幻联动。个人感觉有的时候联动吧，其实肯定不如正传有意思，因为联动的游戏做的一般呢，都是主要在于它的情怀，好像它的系统机能都是从各个这个游戏的灵感啊，各个版本当中灵感找出来的。所以说呢，就比较混搭啊，比较混搭。但相反呢，这个联盟就比较好，就自己的公司，纯自己公司的人物，然后联盟，这一点就比较好。好，直接过图啊，有的怪可以不用打。好，看看，如果说是啊，还是大家伙想象中的，就比如说现在，你看到的很多那个。猫和老鼠说小狼那个猫和老鼠是不是不拍了？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确实是不拍了，因为它最开始制作它的那个公司呢早就不拍了。但现在呢，这个译者还会发一些什么圣诞作品啊，什么
比如说早些年以前啊，就可能十年都不到，还有人发布什么猫和老鼠与什么胡桃夹子，什么猫和老鼠与这个什么白雪公主，或者是还不是什么那些什么啊之类的啊，什么迪士尼一些的啊，就是你会发现也有联动，但是确实没啥意思。我们还是喜欢看正传啊。这个猫和老鼠的正传呢，这个一共只有这个3大部，往后呢是另外一个公司专门去做的，但是也不怎么好。而且大家伙都看过那种非常诡异的那种版本吧？我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过啊，其实挺无聊的啊。好，打这些小兵也一样啊，只要背后没有小兵，看不看见？什么游戏都这样似的，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背后安全。啊，不光是游戏啊，不光是游戏，就包括咱们历史，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竞争对手也是，背后啊一定要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对吧？你就是三国也一样，是不是？你说要联合东吴，然后呢北拒这个曹操啊，北拒曹丕，结果呢这个东吴给你捅刀子，你不傻逼了吗？啊，这确实是没招啊。孙悟空大战金刚葫芦娃也确实是有很多联动作品，其实包括那个漫威。也有这个正义联盟大战复仇者联盟啊，也是正版漫画，但是呢就没啥意思，也没法拍啊。这个东西，大家伙知道就好了，确实没啥意思啊。有的时候战斗力崩坏了，强行削弱；有的战斗力不行，强行加强。比如说钢铁侠，就是在漫画里啊，钢铁侠就是战斗力不怎么样啊，是2线角色，但是由于呢这个当时这个漫威影业啊孤注一掷啊，非常牛逼的把这个钢铁侠推出来，而且一炮而红，导致钢铁侠最终啊现在对吧这个地位啊直接就高了啊。好，可以看到最后一关这个 boss 咱不理解。好的，女儿走了，女儿放在这，看那个女儿在那跪着啊，市长女儿，就是哎。大家伙就是这么看，就无论你怎么把他打死，他都要出去的啊！这个设定是真的逗啊！无论你怎么把他打死，最终他都要这个直接跳到那个窗户外面摔死，精神病！哇！你就是在左边给他打死也一样啊，他也从空中掉下来，精神病啊！好，看一下红人、白人加市长。这个说句实话啊，为啥要叫他市长呢？咱就不说了啊。但是这个市长长得不像市长，这个市长长得像一个拳击运动员，还是重量级的，最起码像泰森一样的那种作品啊。就什么叫泰森呢？就相当于就是哎，还不是超重量级的，是重量级，哎，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好的，仅仅用了17分钟多就通关了。那么这么打呢？很多人说，哎，看起来好像好无聊的样子啊，但是你一玩，你就会发现好难，相当的难啊。I love you, father， 啊，叫爸爸，好吧。我们看看最终的结局啊，他俩不能就直接走了吧？这个还有一段纯真而又美丽的网恋呢。我想说啊，对不对？还有一段纯真而美丽的网恋，敢不敢让这个美女回来？是不是啊？对不对？魔域战线我还没做好准备啊。好，我们看看啊，这个，来快进，我们要看最后，哎，我对，一套连招，你走，你要往哪儿走？好的，哎，亲上了，看没见？我跟你说，这他妈叫好基友，我他妈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的朋友都是啪啪啪给我一顿打，打完了之后把女儿领走了，开房去了。不要个逼脸！我提起这个事儿我就急眼啊！不行了啊！不行了，这游戏太他妈气人了！这种朋友到哪找啊？说到急眼了之后，我直接就奔放起来了啊！好的，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我说的都真事儿啊，这不真事儿。你可能觉得小狼你这是不是玩梗啊？就是为了那个逗大家伙一笑，真没有，真事儿啊，这都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情到深处，这个真情流露，知道吧？